前面那辆车，你帮我追上他，快点，快点，快点！我现在就向你求婚。哪有这么随便的呀？哎，我这个人一向不注重什么形式。今天有永恒的太阳为我们俩作证，难道还不够吗？听一夜失恋歌曲，一句句歌词都是我的剧情，你只路过而已，却占据所有记忆。余生的光阴，只为戒掉你。我努力强迫自己，不闻不听你新的消息。有关你的话题，我尽量逃避。我必须强迫自己，学着抽离爱过的真挚。拥抱过的经历，全变成距离。杨静，杨静，你要去哪儿？你不是今天结婚吗？我跟你说过，我结不结婚跟你离不离开没有任何关系。我也说过了，我只要想走，我一定会冲破你的笼子的。有我在，你休想！季云翔，你到底要干什么？叶双城已经死了，创世界也是你的了。不管是你的目的还是我的目的，我们都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难道我们之间只有这一层关系吗？不然呢？你怎么来了？这就是你每次说有事情的原因。季云翔，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结婚？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话。哎，我不许你离开我。季云翔，你太卑鄙了。我一向卑鄙，你知道。季云翔，我才是你的妻子。你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婚礼已经开始了，你知不知道？我爸爸妈妈还有所有人还等着我们回去。我不会娶你的。她才是我爱的女人。从头到尾，我根本没爱过你。地球它转动着，有滴泪停下了，别还在原地站着。回过头说什么，一瞬间都变了。当你从我眼中模糊了，季云翔，你给我记好了，我算不算了解？是本姑娘甩了你。爱和不爱都失去了什么？等你把快乐当作巧合，我才把心酸变成心得。我们其实不坏，只是比想象更加慷慨。要不到的幸福就别太快表态，怕辜负，怕等待，怕寂寞。
或许我们不够爱。我们谁都不坏，只能怪自我保护太快。你的等待没等到你的期待，两个人都想站在对方的死角，一颗心不想交出来，这算不算被害？你这样让我想起一个女人，谁呀？前女友吗？可现在我眼前就只有你。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但是如果你选择跟我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你今后每天都会面对这样的真相。你准备好接受了吗？他爱你吗？爱呀。但是一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的，会给他充分的安全感。你跟他在一起，你感觉到有安全感吗？我们之前在工作上有过一些合作。什么工作啊？商业机密，回头再告诉你。腿伤了，喷喷药很快就好了。但如果以后伤的是心呢？还有药可以喷吗？妈妈知道你对这份感情很认真。人家说，口说无凭，眼见为实。可是有时候眼睛看到的，可能也不是真的。你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吗？什么？就是住在这样一栋房子里，晚上呢就跟爸爸妈妈围在壁炉旁边，一家人讲故事、聊聊天，聊到睡着。然后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是吗？我不会娶你的，她才是我爱的女人。从头到尾，我根本没爱过你。这算不算被爱？都走了。都走了。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会像今天这样？早一点总比迟一点好。冰红，算了，不要去想他了，他真的不适合你。订婚那天和今天一样，他也是到了一半，中途就跑掉了。不只是订婚，我们吃饭、约会、看电影，每次我们相处的时候，好像总有一根我不知道藏在哪儿的线，轻轻一拽就把他给突然拽走了。我在他心里永远是最后一位的。以前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工作忙，所以才忽略我。我是商会会长的女儿，我爸妈几十年的婚姻能够维持下来，我觉得自己看得比谁都明白。想做一个成功男人的太太，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忍耐。忍耐一天又一天的孤独和寂寞，甚至他的疏忽，他的无视。所以在我和金云祥的这段感情里面，我谨小慎微，我甚至亦步亦趋，
我勉强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去接受这些。他现在用这种方式去宣告结束，我似乎应该恨他。可当我在机场看到他对杨静那种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豁出去的不计一切后果的爱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热烈的、疯狂的季云霞。你说的对，我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他也从来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我输了。照片拍得不错。我努力强迫自己不问不听你新的消息，有关你的话题我尽量逃避，我必须强迫自己学着抽离爱过的真挚，拥抱过的亲密全变成距离，强迫自己不问不听你新的消息，有关你的话题我尽量逃避，我必须强迫自己学着抽离爱过的真挚，拥抱过的亲密全变成距离。下车。季先生，这位是杨小姐，从今天开始她住这儿，去通知一下司机，让他把杨小姐的行李拿来。还有，给杨小姐收拾房间。好的。你要让我住这儿？从今天起，你就住在我季云祥家里。不可能。这事儿没商量，你不住也得住。你不是没有家了吗？给你的公寓钥匙你也从来没有用过。就算你再跑机场100次，我也有办法把你追回来。不信你就试试。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给我的到底是家还是监狱？你来了，这里就是家。带杨小姐参观一下，一个地方都不能落。我出去一趟。好的，季先生。杨小姐，这边请。杨小姐，请。这间呢是书房。季先生平日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到这儿来看书，并且呢，还会亲自打理这个房间的卫生。这里啊，我们下人是插不上手的。其实你不用每一间房间都给我介绍的，直接带我去我的房间就好了。杨小姐，季先生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交代下来的事情我们必须得照办。如果你哪个房间没找到的话，回头季先生问起来，我们不好交代啊。好。谢谢杨小姐。这个书房呢，平时季先生是不让任何人进来的，您是第一个。
好，那我们接下来去参观别的房间吧。杨小姐，2楼情况呢，基本就是这样了。啊，这是2楼的一个起居室。啊，那我们到上面去看吧。杨小姐，来。这间房呢，平时是没人住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从季先生和季老先生原来那个房子搬过来的。这季先生啊，从小就学习好，从来不让老爷太太操心。您看到了吗？这些奖杯、奖状啊，都是季先生得的。对了，这什么书法呀、画画、奥数啊，还有各种棋类，他从来都不落在别人后面。可以说，季先生是非常优秀的。只可惜，他性格有些自闭，从来就没看到他跟什么朋友来往过。当然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能和太太、老爷不够亲密，这个对他有一定影响。可是，哟，杨小姐，您说我这乱七八糟都说了些什么？我这话是不是有些多了？没有。好，那好，那我们接着参观吧。杨小姐，我们走吧。杨小姐，请。杨小姐，这就是你以后要住的房间。因为季先生通知的急，我们匆匆忙忙的也没有收拾好。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收拾的。好，杨小姐，这间房呢，朝向好，通风，又宽敞，住在这儿会比较舒服。啊，还有，洗漱用品呢，我们已经给您放在卫生间了。您看还有什么要添置的？您需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谢谢。那好，如果您不需要什么别的，也没什么事，那我们就先去忙了。我们先走了。您休息。季云香，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叔叔，不用叫我叔叔。你从婚宴离开那一刻，跟我们家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明白，所以我今天来，是特地向您道歉的。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私底下说什么都可以。我看你年轻有为，才让冰红跟你交往的。一直以来，你对待冰红和我们家彬彬有礼。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关头，你要在那么多的亲戚朋友面前，让我和冰红下不了台？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我们这样难堪吗？叔叔，我不是故意给你难堪的。跟您说实话吧，我是因为另外一个女人才这么做的。在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我从不过问你的私生活，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我很清楚，可我依然决定放弃这一切。为我爱的女人放弃这一切，我欠她的。那天在婚礼现场，如果我不去机场的话，她就会离开。那我这辈子都见不到她了。那我叫冰红怎么办？我跟你说，就算我没什么背景，
身为一个父亲，我都会拼命来保护我女儿的。所以，我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不管你如何惩罚我，我都会接受。我真的很想认识这个女人，她怎么竟然可以让你连自己的事业跟未来都不要了？您是没见过她，如果您见到她的话，您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如果我继续跟小红在一起的话，那很可能会给她造成更大的伤害。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当年我父亲也是因为选择了事业，才跟我母亲结合的。可是我父亲后来依然放不下他心里那个女人，久而久之，他就疏远了我的母亲。而我母亲也发现了他心里的那个秘密。在我童年记忆里面，只有我母亲和父亲的争吵。我母亲始终没有原谅我父亲，她一直郁郁寡欢，到最后含恨而死。我不想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小红身上。我相信您作为她的父亲，也不希望看到这一天吧。如果冰红是这样，我一定杀了你。您可以杀了我，如果您认为杀了我可以弥补小红的痛苦，让她重新开始生活，我愿意接受这一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小红？您这么做，她真的会高兴吗？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早点认清，我纪云祥是一个混蛋，是个不值得一提的家伙。让她认为，我是有目的的想利用她，才接近她。这样的话，她才可以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你果然很会说话，不愧为商业奇才，将众鑫集团搞得有声有色的年轻董事长。但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不会原谅你带给我女儿这么残忍的伤害。你要还算个男人，给我离开！韩叔叔，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再看到你。我警告你，离冰红远点，最好永远不要再出现。如果做不到，别怪我不客气。怎么样？觉得这个房间还不错吧？这是你家，我有什么好评价的？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以后也是你家。家没了就是没了，不管在哪儿，也只是个住处罢了。我说杨静，你总是有办法，一句话就把我惹火。怎么样？觉得这个房间还不错吧？这是你家，我有什么好评价的？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以后也是你家。家没了就是没了，不管在哪儿，也只是个住处罢了。
我说杨静，你总是有办法一句话就把我惹火。你知不知道我把你从机场追回来，放弃的是什么？我不求你能够理解我，但我没想到换回的却是你这种态度。那你要什么态度啊？啊，我知道了，你要这个是吧？好啊，在这儿还是在这儿？来，给个态度啊！杨静，我告诉你，这房间是属于你的。从今天开始，除非你同意，否则我绝对不会踏进这个房间半步。是我。好点没有？好点了。我知道我现在劝你什么都没有用。我自己能想开。那就好。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季云祥那天想在机场留下的那个女人，是杨静。他想利用她来对付你，威胁杨静留下。杨静没有离开。没有。去请杨小姐下来吃早饭。好的。啊，杨小姐早。以后不用叫我吃早餐，我会管好我自己的。你胃不好，必须吃早饭。对了，你的行李我已经让人送来了，赶紧吃吧。吃完以后，我们去趟创世纪。去创世纪干什么？不管怎么说，你父亲越商城都是因为你才把公司拱手相让的。我想给你一个公开的身份，让你成为创世纪的新股东。从今以后，创世纪就是我们2个人的。我不需要。你要是不需要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你。一会儿你要是高兴的话，可以出去走走，买点东西，不用替我省钱。难道你不怕我再跑了吗？昨天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就算你跑100次，我也有办法把你追回来。啊，对，你又往我身上安眼睛是吧？你知道我最讨厌你哪一点吗？你把一个人箍住了，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跟我在一起了，你就不需要那些了。赶紧吃饭吧。哎，杨小姐，杨小姐，杨小姐，您想去哪儿？我可以让司机送您。不用了。哎，可是季先生吩咐过了，让我照顾好您。他让你照顾我，还是监视我？这个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啊。不用了，我就自己出去走走。哦。来来来，慢一点啊，小心一点。哎，看那是谁啊？慢点跑，孩子们。你们好，你们想不想杨老师啊？最近经济不景气，就连我们企业自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提议，像这样的面子工程，应该尽快关闭。季董，这天使幼儿园可是叶董生前一手发展起来的。我说过了，这是面子工程。叶董生前的时候就爱面子，可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吗？季董事长，你觉得什么有意义？天使幼儿园是慈善事业，你知道他每年要救助和收留多少儿童吗？我们这样一个集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最起码的善心都没有吗？还有季董事长，你别忘了，现在你在创世纪不是重心。哎，叶总，
注意你的口吻。我现在是创世纪的董事长，所以我要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现在我要提醒你一句，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何况是救别人。既然有反对意见，那咱们就投票解决吧。季董事长，这个董事会都是由你控制的，投票还有必要吗？当然有必要，董事会有董事会的规矩，我们要讲究民主，是吧？好，现在我们投票，反对我的，请举手。没想到连叶总也支持我，那这事儿就是全票通过了。鼓掌！卓一凡，谁把你放进来的？我这一拳没有在股东的面前抽你，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哎，你别忘了这是谁的地盘。身为一个男人，你挟持一个女人，你还好意思？你怎么那么卑鄙龌龊？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真以为杨静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你吗？杨静现在过着扭曲的生活，她完全可以逃走，你居然还折磨她，你到底要折磨她到什么时候？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你跟杨静什么关系？你别忘了，她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女朋友了。你怎么不关心一下，你现在的女朋友叶玲在我手底下是什么状况？杨静难过的时候你在哪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那会儿跟叶大小姐，应该正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吧？啊？保安，保安！你干什么？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干什么？走，叶玲，走了。你让我把话说完。季云翔，快走啊！走。季董，你怎么了？没事，刚才被一只疯狗咬了一下。你没事吧？没事。你放开我！你拉我出来干嘛？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打得过他吗？你没听见他叫保安吗？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冲动的事呢？他又把杨静扣了，他又把杨静给扣下了。他，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到这个名字。我只知道，我们俩现在在季云翔眼里就是一只小蚂蚁，他随时都可能把我们踩死。我们没有力量去跟他对抗，只有忍耐。小蚂蚁，你变了。发生了那么多事，谁都会变。这次是我想的不够周全。我不是说我想周全了，我只知道我现在要死守世纪畅想。如果世纪畅想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交代。你有没有想过回来工作，哪怕是以朋友的身份帮忙？叶玲，你爸之前让我离开世纪畅想，跟世纪畅想断绝了所有的关系，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不想辜负他。那你今后怎么打算？我想开一家公司，白手起家自己来。我觉得，与其寄人篱下，还不如自己主动出击，主动创业。或者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合作。之前都没机会跟你提。你在世纪畅想待着，上面有季云翔，你没有任何机会。不行，我说过，
创世纪在，我在。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世纪畅想，还有我手里那10%的股份。其他的，我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办法。园长，前段时间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暂时的离开了。现在这些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上班啊？我恨不得啊，天天打电话催你回来呢。你可是我们幼儿园最好的老师啊！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都乱了套了。就拿乐乐来说吧，你不在呀，他谁的话都不听，谁都不愿意接近，就连他衣服，谁想碰他一下都不行，头疼死了。这下你回来就好了，你看看，你看看，成天啊就把他自己裹得像个小粽子似的，裹在衣服里头。园长，杨老师好。怎么了？刚才集团总公司打电话来了，是董事会的决议，要停办幼儿园。这，园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好？你先回去吧，我再了解一下啊。好，别着急。好。公司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想过会要连累我们幼儿园的，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园长，您先不要着急，说不定只是一时的传言，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叶董走了以后，创世纪也是摇摇欲坠了。凡凡，你希望我们帮你做这个案子？一凡哥，其实我们现在在公司也挺为难的。你说我还在跑销售，在广告提案上，还真帮不上什么忙。看仔细了吗？这是我自己的公司，我要做我自己的案子。自己的公司？什么公司啊？广告公司，当然是从我们的老本行广告开始做起。我已经反复的想了几个晚上，现在创世纪完全落入季云祥的手里，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否则就是等死，坐以待毙。所以我已经把银行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再加上银行贷款，成立了这家公司。现在我已经开启了24小时的招人模式，外加我现在自己手上的品牌、客户、人脉，我要以我自己公司的名义，跟他们进行深入的合作。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我和方宁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你。没了。难道你们两个不想加入我的公司吗？一凡哥，不是我们不愿意，只是现在的状况由不得我们。现在的状况，问问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吗？现状是众星和创世纪2家共同性质的公司同属于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季云祥。他不会允许共存的，所以创世纪迟早会解体，你们俩也迟早会被踢出去。为什么不反客为主跳出来，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公司呢？一凡哥，我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创世纪现在刚刚易主，集团上上下下全部都是季云祥的人，叶灵一个人在那腹背受敌，我们俩要是这个时候走，你说这也太不厚道了。叶灵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也在想能不能帮帮他，帮帮公司。而且现在我们正在帮世纪畅想做一个大的案子，所以我们只能帮多少算多少。赶紧把天使幼儿园关闭，把事情处理了。好。
先走吧。是。你这会儿来，不会是想接我下班吧？停办天使幼儿园的决定是不是你做的？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儿啊！我还真以为你是来接我下班的呢。为什么？因为那是叶双城开的。现在我是创世纪的主人，只要我看着不顺眼的，我都可以关了它。你可不可以把他留下？为什么？因为我想留住我最后那一点点良知。我喜欢那儿，我喜欢那些孩子们，我觉得我在那里是活着的，我不是一个废人，我有事情可以做。这个理由足够吗？够了。只要你愿意求我。这么说，你会答应我的任何要求？只要你留下幼儿园。好，我答应你。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哎，你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吧？啊？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妈住过这种地方。倒是像你这样的公子哥，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知道像这样的地方。你说奇不奇怪？这些树啊，房子，小时候我看他们的时候，觉得他们好高好高。可现在时间过去了，再回来看，他们却还是一样。所不同的是，这些树它们都变矮了。走。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来。马上到了。你看，那栋房子，就是饭馆那个位置，就是我以前外婆家。小时候，我就是在那儿长大的。高中的时候，外婆去世了，最后的房子给了别的亲戚住。你为什么要带我到这儿来？小时候，我父母关系不好，我妈就带我回乡下外婆家，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这事儿没人知道。这还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回来。以前我特别害怕回到这里，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时候在这儿，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可是很奇怪，昨天晚上我竟然做梦又回到了这里，就站在这个位置，是小时候的样子。看着小时候那帮小伙伴们在这山坡上跑来跑去，特别欢乐。而我呢，就只能远远看着，不敢靠近。你要做的，就是陪我玩弹球。我不太明白。你不需要明白，只要陪我打就行。来，小时候我是这村子里的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小朋友愿意陪我玩。可眼下呢？我现在是众星集团和创世纪的董事长，手下有好几万员工。哪个人见了我不是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啊？可是到头来呢，我还是一个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交朋友，也没有人愿意靠近我、了解我。
你要做的就是陪我玩。这就是你唯一的要求吗？是啊，你只要赢我1次，啊，或者说你输给我10次，我就答应你，从此以后再也不关闭天使幼儿园。好，我同意。那好，我们开始，来。可是我不会啊。没关系，我教你。来来，弹珠放在这个位置，大拇指顶住弹珠，食指把它夹住，然后你从上往下，哎，打到了，就这样。来，你试一下，试一下。是这样吗？对对对，试一下。打哪里啊？打这里。我没打到，他跑过去了。来，我再帮你示范一下啊。好啊。弹这个是不是？对。1、2、3，哎，打到了。等日落之后陪你看海，粉色西装配上领带，准备耍赖。My only sunshine， 只要你生气就是我坏，就算我望着你发呆，也不想。进来。叶总，这是明天给奥美公司的广告策划案。不错呀，每个要点都表述得非常好，越来越有经验了，刮目相看。虽然做了3天3夜，也只是帮了你一点小忙。我知道，自从季云祥他把创世纪抢走之后，你的处境也不好过。我只是个小人物，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其实现在我也不想回到集团那边，那儿的所有人好像都针对我，不像这边，有你们这些和我一起成长的员工，看到你们，我就会觉得很有希望。你不光要相信我们，你更要相信你自己。季云祥是人是鬼，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迟早我们都会站出来的。好了，不多说了。明天的提案好好表现，争取把这个案子拿下来。放心，我一定会拿到手。哎，依玲，有一件事情，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觉得杨静在天使幼儿园。我今天收到一封集团邮件，是撤销关闭幼儿园的决定。除了杨静，没有人能让季云祥在众目睽睽之下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我觉得杨静应该在那儿，而且她喜欢小孩。以前在英国的时候，她就在孤儿院做义工。谢谢你。你们都跑到哪去了？我在找你呢，杨老师。在哪儿啊？找不到。对不起啊。再见，姜老师再见，要小心点哦。拜拜。再见，再见。快点。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没见你笑得这么灿烂过。要不然你以为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惨兮兮的，苦大仇深吗？日子嘛，还是要往下过的。对，我还真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你是想问季云祥吧？
我就觉得奇怪，你明明可以逃走的，为什么要回来跟他掺和在一起？你放心，不全都是因为你。我知道。我说真的，真的不全都是因为你。我承认，当初他拿你来威胁我的时候，我的确决定妥协。但是后来，我静静地想了想，不仅仅是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你说他拿你来威胁我，说白了，他能拿我怎么样？所以呢，你就不用自责了。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那天跑去了机场，他去机场把我追回来，让我留下。他为了我逃离了他的婚礼。其实我心里挺明白的，他是真的很爱我。那你爱他吗？我以前恨他，非常恨。可是慢慢的，我发现，他其实也挺可怜的，竟然让我变得不像以前那么恨他了。也许，这可能也是我留下来的原因吧。我很欣慰，在这个城市里能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所以你不用替我担心，谢谢。你别忘了，他对你造成的伤害，我给你一笔一笔的全都记着。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对啊，以前的事情。以前你跟我刚分开的时候，我的确恨过你，我怪过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我全知道了，所有对你造成的伤害，都是因他而起。我会让他一笔一笔的还回来。真的不需要，一凡。我可以进来吗？哎呀，这个真可爱。捏这些干什么？这是明天要带去幼儿园送给小朋友的。这事儿可以让别人做啊。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现在只关心幼儿园还有小朋友。就没有别的了吗？没有。不过，还是谢谢你没有关闭天使幼儿园。不用，那是你应得的。这是你用代价换回来的吗？去睡吧，总是晚睡对身体不好。怎么回事啊？我们被坑了，案子没通过？没通过就好了。关键是通是通过了，但是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人家季云祥现在是创世纪的董事长，我们世纪畅想一点秘密都没有。他想知道我们在干嘛，简直太简单了。你的意思是说，这案子被剽窃了？开会的时候，东森在我之前拿出一份一模一样的提案，然后告诉别人说这是我们组的劳动结晶。我们现在就是季云祥手里的一群猴，他想怎么耍就怎么耍。
世纪畅想现在腹背受敌，在纪云祥眼皮底下运行。谢谢叶总。哎呀，实在是太难了。早知道就应该听凡凡的，去他那儿。在这鬼地方待下去，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干活。叶总，你找我吗？创世纪已经天翻地覆了，你们作为老员工有什么想法吗？叶总，我刚刚只是一时气话，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听你们的真实想法，不要有压力。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世纪畅想的辉煌，会在傲盛这里终止。叶总，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真的挺难的。第一，我们没有资源；第二，我们得不到创世纪的支持，而且我们始终要向针对我们的人汇报工作。像这次的广告提案，纪云祥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我们所有的消息。泄密的事情，东森这么做。明摆了就是要把我们挤出广告圈。公司这么多的墙头草，我们想在纪云祥这里谋口饭吃，真的是挺难的。叶总，你必须要想想对策，不然我们只能越来越被动。我已经在这儿想了2个小时了。你想出什么对策了吗？对策就是我现在才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卓一凡找过你们是吗？他想自己开公司找我们入股，但是我之前没有答应他，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离开你。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建议你们去吧，为了你们的前途，不用管我。现在我已经口头答应你们辞职了。叶总。祝你们和卓一凡好运。叶总，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世纪畅想也没什么好待的。方宁，我会一直待在这里，就算有一天世纪畅想沉没了，我是这里的船长，我会和创世纪一起走到最后。你们过去了，好好帮一凡。一凡哥，我们现在入伙还来得及吗？进来吧。凡凡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家里头不像猪窝了。你这动作还挺快的嘛。前期的准备一定要到位。一凡哥，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们呢，放心吧，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些老本行，而且前期的规模，我也不建议太大。那
办公地点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你就不懂了吧？在家里开公司可以节约成本，而且咱们现在应该也没有额外的资金去租写字楼了吧？说得对，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积蓄全都用到注册资金和启动金上面。但是还差一点。不过你们可以放心，我呢会尽快把钱搞定的。还差多少？我这儿有点。别闹了，你的钱留着娶老婆吧。你离开世纪畅想之后呢，我就捡了个大便宜，当上总监，也挣了点钱。这钱呢，本来确实是要留着娶老婆用的，现在好像不需要了。搞定了，吃得死死的。什么呀？别闹。好吧，那我接受。你把老婆本拿进来作为启动金。那我也答应你们俩的婚礼，我一定要办得更风光。那一凡哥，既然我们家默默掏了钱，那我们也算是这儿的大股东了吧？是啊。那既然是大股东，我就得行使一下股东权了。我呢决定，以后咱们公司所有的纸啊、笔呀、文件夹、收据单、发票单等等等等，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好大的事啊！要不要喝咖啡？要。哪儿的？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有咖啡吗？你们哎，那哥伦比亚有没有文具啊？怎么说我也是大股东，你们好歹也尊重我一下啊！好，大股东，洗咖啡杯。去，快点儿。包总，我觉得这个整体换了之后呢，格局我觉得明显就不一样了。嘿，真是多亏了你帮我做的这个策划案呐！啊，我跟你说，我最欣赏你的就是想象力。坐。但我现在发现，光有想象力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钱的话，有再多的想法，你都是零啊。哎，这可不太像是你说出来的话。我记得你以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想象力是一切财富的根源。”我印象非常深刻。马总，那个时候我太年轻，年轻气盛，不懂事。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跟你说，你呀，跟我真的挺像，都属于那种闷头拉车不看道的走。马总，这次的事情，就像我电话里说的，真的是挺难办的，所以我才亲自过来。哎，你跟我千万别客气，因为我相信你，所以我才叫你过来。我告诉你啊，这次的案子我把它交给你啊，这是我个人的意愿啊，我就是想帮你渡过难关。谢谢马总，我一定会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好，是这样的，这次这个项目是一个高级水疗度假村，是由台湾老板在大陆投资的。这个老板会生活，讲情调，在酬劳方面也很大方。哎，你现在的情况我也清楚，所以怎么实施，怎么运作，你呀交给我。你只要把这个案子做好了，我保证咱们一定双赢。这份资料好好看看，3天时间，希望你能做出一个完整的策划案，有问题吗？没问题，交给我吧。这个事儿啊，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讲，这可是你个人私下里结的。这个是定金5万，马总，你把这些钱收下，你的那些麻烦就能解决了。马总，你听我说，这钱我收不了。哎，小卓，我们都是按规矩来的。马总。